怪物公寓有个公开的秘密，公寓顶楼是禁区，所有 NPC 都不能上去，一旦触发就会被他吃干抹净。然而一团红线球却掉落在男人的脚下，红线球的源头是昏暗的顶楼。许愿犹豫片刻，最终还是弯下腰捡起红色线球，沿着红线的方向一边整理毛线球，一边顺着楼梯往上走。就要到达顶楼时，身后有人喊他的名字，许愿这才如梦初醒，猛地回头，修女无声无息地出现在身后，穿着严丝合缝的白色裙子，戴着纯白色的手套。许愿，再往上走就是顶楼了，对不起。许愿紧咬下唇，下意识道歉。修女摇摇头，和你无关，是那位大人即将苏醒了。那位大人，修女解释道，怎么说呢？他是支撑整个无限流世界运转的核心。提起顶楼那位的存在，修女声音压低了不少，继续道，看来他对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么久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许愿不觉得引起大人物的关注是一件好事。修女将许愿安全带下楼，轻声道，给小怪物们喂完饲料后不要久留，早点回宿舍休息。许愿闻言模样乖巧听话，原来这是一个全是无限游戏 NPC 的公寓，而许愿却是这里的唯一一个人类。他在家受继母排挤，过着3天饿9顿的生活，意外来到恐怖无限世界，所幸在怪物公寓里包吃包住，他就留了下来。而他也因为出众的长相受到了全 NPC 的宠爱。此时许愿和修女道别后，提着铁桶继续去庭院里扫地。许愿前脚刚走，医生后脚就从医务室内的阴影处走出来，他盯着许愿的背影挑眉道，他很独特，虽然是人类，但莫名适合这里，我挺喜欢许愿这个孩子的，迟钝却又聪明。修女双手交叠放在腹部，但被那位看上，也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医生闻言，希望是好事，他很快要苏醒了。怪物公寓最底层的地下室，专门用来饲养还未成型的小怪物。小怪物们还没成型前几乎都长一个样子，外观看起来好似毛茸茸又黑乎乎的小团子，背部还长着蝙蝠翅膀，它们的眼睛又大又圆，但千万别被它们可爱的外表蒙骗了。小怪物的饲料很杂，什么肉都有，包括在公寓里触犯了规则后意外死亡的人类，会被厨师做成小怪物的饲料用来填饱他们的肚子。医生很郑重地跟许愿叮嘱过，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千万不要主动触碰这些小怪物。许愿和往常一样，在处理完庭院的杂物后，他艰难地提着饲料桶来到地下室，刚一推开门，许愿就看到了熟悉的人，林哲。许愿晚上好。许愿默默地移开了视线，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转身整理饲料。一看见许愿来了，小怪物们一个个激动起来，在铁栅栏后蹦蹦跳跳，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许愿神色一软，没注意到身后正在悄然接近的林哲。许愿，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还是选择留在这里，不跟我们一起逃走吗？闻言，许愿倒饲料的手一顿，下意识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他什么都没说，那真的是可惜。许愿背部猛地传来一阵巨大的推力，他整个人不受控制地朝前栽去，重重砸落在怪物群中。在感受到活人的气息后，小怪物们纷纷躁动起来，原本又圆又大的黑眼睛，不过一瞬全变红色。林哲战神色冰冷道，你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和逃跑路线，所以你必须死。林哲利索转身跑出了地下室，而许愿逐渐被小怪物们淹没，很快就不见了踪影。许愿的身体仿佛陷入了一处泥潭，无法动弹，他缓缓闭上眼睛，等待被饲养的命运。身为这些小怪物的饲养员，他非常清楚他们的牙齿到底有多么锋利。整个无限流世界是由一个个小型副本组成的，每一个小型副本当中都会有一位用来支撑整个副本的 BOSS。这些被养在怪物公寓地下室里的小怪物被医生称之为种子，在它们成熟以后会被引渡人送到各个无限流的副本之中，用来维护副本的稳定和平衡。小怪物的实力有强有弱，在成年后会由医生来鉴定实力，实力强大的会被送到大型副本当中，反之实力弱小的小怪物则会被送往小型副本。可死亡并未到来，等来的却是一股湿润感。小怪物们用像猫一样带着倒刺的舌头亲昵地舔着他的脸颊，越来越多的小怪物想要爬到许愿身上。就在他想办法怎么爬起来的时候，正前方突然传来一声猫叫。明明只是一声猫叫，可那些顽皮的小怪物们仿佛察觉到了可怕的东西，不到1秒钟的时间，小怪物们全部散开，血红色的瞳孔也在害怕的状态下重新变成了黑色。许愿正对上了这只黑猫，一双红色树瞳，它身姿轻盈，端坐在栅栏上，居高临下的盯着许愿看。黑猫随后一个跳跃，正好落在了许愿怀中。许愿的身体一僵，低头看着怀中的小黑猫，想摸，却只敢有贼心没贼胆。黑猫自发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团起来，就闭上眼睛不动了。许愿能听到自己紧张偷偷咽口水的声音。您从哪里来？您会说话吗？我带您出去吧。外人过来，要是看见许愿竟然对一只猫用尊称，肯定会觉得他疯掉了。但许愿就是觉得怀中的猫身份不简单，肯定可以听懂人话。果然，黑猫懒洋洋指了指门的方向。许愿小心翼翼地抱着黑猫出了地下室。许愿一时之间拿不定主意，他自己还尚未能在怪物公寓中站稳脚跟，如何再有多余的能力养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黑猫呢？就在许愿纠结到底该拿它怎么办的时候，正巧和出来溜达的医生碰面了。许愿，医生笑着和许愿打招呼，刚准备再寒暄2句的时候，视线一个下移看见了许愿怀中的那只黑猫。医生猛地剧烈咳嗽起来，像看见了什么极为震撼恐怖的东西一样。医生，许愿完全没察觉到医生到底在害怕什么，他抱着猫关切地朝前走了2步，可医生却连着后退了好几步，拉开了和许愿之间的距离。医生最后一咬牙一跺脚，他猛地冲上前，一把抢走了许愿怀中的黑猫，一边带着猫回医务室，一边扬声道：许愿啊，这猫送我了。许愿头顶缓缓冒出一个问号，还没等许愿缓过来劲儿，身后又传来了一道潇洒痞气的声音：许愿啊。等许愿一回头，就对上了公寓保安那张帅气张扬的脸，对方好像刚从外面回来，军靴上沾着猩红色的泥土，黑色风衣湿漉漉的往下淌着红色的液体，他手里还提着一个白色的盒子，很豪爽地扔到许愿怀中。保安微笑，迫不及待地催促着：许愿，快打开看看哥送给你的礼物。闻言，许愿缓缓地打开了盒子，是林哲的人头。一时之间信息量太大了，许愿身体僵硬地站在原地。保安继续叽叽喳喳地和许愿说话：哎呦喂，我原本想将他整个尸体送给你的，但咋说呢？他大手揉着后脑勺，很不好意思地继续道歉：我下手太重了，脑袋以下都碎成了马赛克，迫不得已只能就地埋了。当然
然啊。保安凑近许愿，笑着说：“你要是真喜欢，我现在还能跑去给你挖出来，绝对新鲜热乎。”许愿终于回神了，百洛斯。他下意识叫了一声保安的名字，对方反应迅速，一瞬间回过头，眼睛亮闪闪，像一只求主人夸奖的小狗。许愿，你喜不喜欢这个礼物？面对如此期盼求夸的眼神，许愿干巴巴吐出3个字：喜欢。百洛斯揉了揉许愿头顶，慢悠悠道：“不过还是跑了一只小老鼠。”许愿很快反应过来这句话的含义，林哲不是一个人逃跑的，如今林哲已经死了，除了许愿外，还剩下一个人类，亲眼目睹了林哲的死亡，对方慌张逃跑，此时估计就藏在怪物公寓内的某个阴暗角落。许愿看了百洛斯一眼，经过这些时日的相处，他能察觉到这位保安到底有多么恶趣味，估计是他刻意放跑的，就像猫捉老鼠一样，先戏弄一番，最后再杀掉。百洛斯对许愿很不错，虽然喜欢逗许愿，但也经常给他带各种各样的礼物。公寓里的 NPC 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恶趣味在身上。等等，百洛斯凑近许愿，稍微嗅了嗅，瞳孔一瞬间瞪圆了。我操！百洛斯露出了和医生一模一样的表情。不可能，你身上怎么可能有他的味道？肯定是我闻错了。味道？什么味道？许愿有点疑惑。百洛斯倒吸一口凉气，碎碎念道：“不应该啊，还不到正确的日子，可能是错觉。”百洛斯又小心翼翼凑近，让哥再品品。他又凑到许愿身边，仔细嗅了嗅。我操！竟然真的提前醒了，完蛋了，要变天了！百洛斯吓得帅脸惨白，他冲许愿挥了挥：“哥还有其他事情，就先走了。”下一秒，百洛斯就以每秒8米的速度，一瞬间消失在许愿的视线中。百洛斯，盒子。许愿捧着还在淌血的盒子站在原地，他正在思考盒中人头的归宿时，百洛斯像风一样又重新冲了回来，夺走许愿怀中的盒子，飞快道：“忘记这玩意了，我去拿给阿娇，让他剁了当饲料。”阿娇是怪物公寓里厨师的名字，性格难得和蔼可亲，和许愿的关系很好。许愿看了看被百洛斯弄脏的干净走廊，他无奈的长呼一口气，最终他还是任劳任怨的去拿扫把，准备重新打扫一遍。而走廊医务室内一向笑眯眯的医生，此时眼睛完全严肃的睁开了。黑猫完全无视了医生的存在，自顾自的趴下准备闭眼假寐。医生爆发了，猛地跳起来，用手指着黑猫大声道：“老大，你别给我嘻嘻哈哈的！”黑猫半撩眼睛盯着医生的眼神，仿佛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精神病。还不到你苏醒的时间，你这是要闹哪样？医生主动走到凳子前，半蹲下身子瞪着那双红色猫瞳：“老大，你这样好可爱啊！”医生抬起手妄图捏黑猫的爪子肉垫，下一秒就被对方无情的一爪子拍开，并且遭受了一个嫌弃的眼神。好好好，我知道你高贵，你冷傲，有洁癖，还不喜欢别人随意触碰你，我都懂。医生放低声音，收回了蠢蠢欲动的手，重新严肃起来：“大人，你知道自己一旦出事了，整个无限流世界都不好过，你明白的对吧？”黑猫懒得和医生说话，转动了一下身体，用猫屁股对着他：“你这次提前苏醒，是和许愿有关吗？”黑猫的耳朵间弹动了2下，医生脸上彻底没了笑意。作为陪伴黑猫最久的人，他非常清楚，一旦这位出现任何一点差错，整个无限流世界都会崩塌。自从您喝了许愿的血以后，病情稳定了非常多，莫非是过度饮血的原因？医生摸了摸下巴，盯着黑猫的耳朵喃喃自语：“许愿是个难得的好孩子，把它做成药，未免太残忍了。”这还是时隔了这么久以来，医生唯二中意的人类。就在医生沉思怎么处理许愿的时候，手背处搭上了一只猫爪。“老大，怎么了？”黑猫血红的树瞳紧盯着医生，猫爪微微用力了几分。几秒后，医生愣了下，皱着眉头：“您想让他成为新的引渡人？”引渡人服务于怪物公寓，游走于公寓和各个副本之间。对于整个无限流世界来说，引渡人是承担枢纽节点的重要存在。作为引渡人，实力必须无比强大，保持绝对理智，不能被参与副本的人类和副本中的 NPC 影响。而引渡人的职责就是把怪物公寓地下室里培育的小怪物送到各个副本当中，一旦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小怪物送到位，副本会因缺少支柱力量渐渐崩塌消散掉。所以每一位引渡人都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审核，经过多重考验才能正式成为引渡人。医生怎么也没想到，他的顶头上司竟然要让许愿去做引渡人。老大，你也看见了吧？许愿一个人类，那细胳膊细腿，你让他去当引渡人？医生说话的音调提高了不少。而且您觉得许愿进入副本内能存活多久？无限流世界中就没一个正常的副本，血腥恐怖的场景都是小场面，还有一些疯狂掉散值的精神类副本更是致命打击。医生扶额，许愿难得一个好孩子，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送死。很快猫爪又重新搭上了医生的手背。哦，老大，你问我想要成为引渡人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当然是需要拥有最纯粹的灵魂，还有不会被任何负面情绪影响到的心。下意识说出了答案。医生愣了下，引渡人可以随意进出任何副本，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会吸收很多从副本中衍生出来的污秽和负面情绪。如果无法坚守住灵魂，慢慢的就会被负面情绪吞噬掉，成为新的怪物。不少引渡人被同化成怪物，被新的引渡人杀死。单单只看灵魂的话，许愿确实不一般。于是整整一个下午，医生都在琢磨着怎么告诉许愿关于引渡人的事情。时间到了晚上，外面也下起了雨，雨水中包含着强烈的怨气，还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不是简单的雨。每次到这个时候，医生都要将自己的宝贝药草们用大大的雨帘遮挡住。今天因为过于思考怎么完成上司下达的任务，医生错过了最佳时机。我的命根子们！医生脸色一变，生怕自己手慢舞，难得狼狈的手脚并用，爬下椅子朝药园冲去。坏了坏了，我的命根子们肯定要泡水了。等他急匆匆赶到现场，还以为要看到一地命根子尸体时，他先看到的是一个瘦弱矮小的背影。医生愣住了。许愿提前预感到晚上会下雨，早就将雨帘拿了出来，主动又沉默地帮医生遮住了宝贵的药草，恰好在雨下大之前将最后一块区域遮挡住。可他自己的衣服却被淋湿了，裸露在外界的肌肤都沾上了雨水。这些雨连百洛斯那只傻狗都不愿意碰，里面夹杂着污秽和过多负面情绪，更何况是许愿一个身体瘦弱又常年营养不良的人类。医生回过神后，撑着伞大步走到许愿身边，帮他挡住了越来越大的雨点。医生，许愿下意识仰头，医生没说话，带着他大步走回公寓内，将人一路带到了医务室。医生快速打开暖气，又拿出厚厚的毯子包裹在许愿
身上，可这些雨水太阴冷了。许愿哆哆嗦嗦地披着毯子，冻到瑟瑟发抖。医生睁开眼，蛇瞳紧盯着许愿，缓缓开口道：“这些药草都是在人肉和人血的浇灌下长大的，并不是美好的花朵，长出来也很难看。”医生说这句的意思是想告诉许愿，你没必要为了这些难看的东西，让自己变成现在这副惨兮兮的模样。药草被雨水淋过后，死亡了可以重新再种一批新的，但许愿一个脆弱的人类，被雨淋了这么一场，性命岌岌可危。而且这些药草跟许愿也没什么关系，他大可以不用这么做。许愿往毯子里缩了缩，他鼻尖都冻红了，唇瓣苍白，正紧抿着。无限流世界里种不出花朵。许愿公寓员工手册里面有写下雨不要外出。医生看许愿沉默的样子，还以为他把那些药草当成还未盛开的花朵。医生继续耐心解释道：“那些不是五颜六色的美好花朵，你没必要这么做。”闻言过了几秒，许愿才抖着声音轻声开口说：“我知道那不是花朵的种子，也知道它们诞生于血肉的泥土中，不是美好的东西。”许愿抬头用黑白分明的眼睛望了过来，很小声地继续道：“可它们却是医生最在乎的东西。”一瞬间，医生后面想说的话全部戛然而止。他对上了许愿的眼睛，不知该如何言语。许愿的出生夹杂着街坊邻居和父亲最恶毒的诅咒，除了母亲，没有人期望他出生。我的出生也不是美好的，却是我母亲最在乎的。再难看再不重要，但因为是医生最在乎的，也因为是母亲最在乎的，仿佛在那如此阴暗潮湿挤满了诅咒的地方，丑陋的药草和还未出生的许愿，在医生眼中他们是五颜六色的花朵，在妈妈眼中许愿是最美好的存在。已经过世了很久的母亲，在许愿千疮百孔的世界里留下了一粒种子，她教会了许愿如何去爱人的能力，也赋予了许愿能够成为引渡人时最重要纯粹的灵魂。医生盯着许愿看了一会儿，很久都没说话。他从未见过像许愿这样的人类。许愿咳嗽了2声，看医生一直不说话，小声询问道：“医生，你生气了吗？”医生被逗笑了，揉了揉许愿的小脑袋：“傻瓜，明明是你保护了我的药草，我生气什么？我去找阿娇，让她给你炖姜汤。”5分钟后，医务室的门被一脚踹开，许愿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就落入了一个充满淡淡香气的怀抱。许愿，我的许愿！阿娇一听医生说许愿淋了雨，二话不说放下手中的菜刀就往医务室的方向冲。阿娇单看长相绝对是一个绝世大美人，眼睛是很好看的冰蓝色，她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忧愁，怎么就出去淋雨了呢？阿娇轻柔捧起许愿的脸颊，安抚道：“我给你煮了汤，喝一点。”阿娇炖的姜汤里还加了新鲜的梨子，喝起来甜甜的。许愿原本想自己喝，但阿娇非要捏着勺子一小口一小口的喂她，许愿就这么被喂着喝了一大碗，小肚子喝得圆滚滚，寒冷的身体缓和了起来。阿娇又给她包了一颗糖果，医生盯着那糖果啧啧称奇，平时宝贝的跟啥似的，现在却愿意做成糖果给许愿吃。阿娇装作没听到，又拿出一颗塞到许愿手中：“我去拿保温杯，再装点姜汤，你带回去慢慢喝。”许愿低头摊开掌心，看着手中的糖果。母亲还未去世前，总是喜欢将许愿抱在怀里，一边哄她喝药，一边习惯性的在手心里攥着一颗糖果。她说好孩子乖乖喝完药会有奖励，虽然每次的奖励都是超市批发的那种最便宜廉价的糖果，但许愿每次吃完糖后都会小心翼翼地将七彩的糖纸保存起来。可现在看着手中的雪白糖纸，她下意识地塞到口袋里。阿娇走后，医生坐到许愿对面的椅子上，帮她探了探体温，没发烧，但还需要进一步检查。接下来的事情可能有点难以接受。许愿很快就明白了医生的意思，她低下头看着医生的手臂，活生生地穿过了自己的胸膛，心脏处传来了诡异的感觉。医生，你正在摸我的心脏吗？许愿忍了忍，还是开口问了。医生解释，公寓外的雨不仅会影响身体，也会影响灵魂。检验灵魂有没有被感染的最快办法就是查看心脏，但探查的结果让医生很意外，许愿的心脏干干净净，没有丝毫被侵染的痕迹，这对于一个人类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医生表情怪异地将手抽了出来，或许正如顶头上司所说，许愿有成为引渡人的巨大潜力。许愿啊，你想不想成为引渡人啊？许愿好奇歪头。引渡人？医生详细的给许愿科普了关于引渡人的各方面信息，同时还把危险性也说了。听完这些后，你还愿意成为引渡人吗？医生已经做好了被许愿拒绝的准备。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许愿是一个很成熟稳重的孩子，做事情认真不划水，喜欢安静稳定的生活，像落地就生根的树，认定一个地方就不会随意的挪窝。可许愿在很认真的思考后，却主动问了医生：“医生，成为引渡人后，我的存在就有价值了吗？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别人说我是她的累赘；母亲死后，别人说我是父亲的累赘；父亲想抛弃我时，所有人都说我是累赘。许愿的存在就这么轻飘飘的被否定了，大家都说他是累赘，最后就连许愿自己也这么认为。或许是带着某种期许，又或者是带着某种连许愿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盼望，他又重复着问：医生，如果我成为了引渡人，是不是就证明我是一个值得存在的人呢？闻言，医生的眼神渐渐软化。存在即合理，你觉得自己是什么？许愿想了想，给出了答案：我是公寓外部讨喜的阴雨。医生轻轻摇头否决了：不，在我看来你是五颜六色的花朵。许愿垂下眼帘，带着点丧气道：可是医生，无限流世界里种不出花朵。闻言，医生捏了捏许愿的脸颊，笑着说：你的存在就是最明亮的花朵。还是第一次有人跟许愿说这样的话，不是肮脏的诅咒，也不是难听的污言秽语。医生把许愿的存在比作无限流世界里最明亮的花朵，这句话就像许愿兜里那2张被抚平的雪白糖纸一样，散发着淡淡的甜味和温暖的善意。许愿唇角僵硬的微微上扬，看见这一幕，医生跳了起来，用超级夸张的语气围着许愿说：你笑了。许愿，你竟然笑了。和许愿认识这么久，这还是医生第一次看见许愿笑。他揉着许愿的脑袋：你自己想成为引渡人吗？许愿用力点头：医生，我想试试看，哪怕成为引渡人很危险。医生故意压低声音：危险程度可超乎你的想象了。许愿更加用力的点头：就让我试试看吧。医生在确认许愿没有撒谎，那需要找一个厉害的前辈来带你，在正式成为引渡人后，都会被安排上序号，记录在名单内。医生打开抽屉，从里面掏出一个小册子，一边翻动着，一边嘴巴嘟嘟囔囔道：1号这个月已经排满了，5号上个月失踪了，11号成为了怪物，现在还不知所踪，44号上个月刚被
被处决。越是到后面，医生说话的音调就越低，最后很诡异的消失不见了。他盯着册子沉默了3秒，然后下意识抬起头和许愿对视了一眼。等等，这些都是误会。医生揉了揉眉心，看了半天后彻底麻木了。堂堂引渡者竟然后继无人了。引渡人是需求高供应少、条件严苛的工作岗位，从开始到现在总共98名引渡人，死了一半，被处决了一半。如今存活人数只剩下了最后1/3，这导致供不应求。剩下的引渡人过上了996的打工生活，每天忙到脚不沾地，两眼一睁就要游走于各大副本之间，连上吊自杀的时间都没有，更别提上班带薪拉屎了。医生头痛地揉了揉眉心，如今想找一个靠谱的引渡人来带许愿，都难于上青天。许愿安抚了一句，其实找不到人也没关系。怎么没关系了？放心，在你进入第1个副本之前，我肯定给你找到。医生说干就干，一把推开医务室的门，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在医生努力为许愿寻找引渡人时，除了许愿外，藏在公寓里的最后一个人类也憋不住了。这人名叫李斐，自从亲眼目睹了林哲的死亡后，他就陷入到了恐惧当中，藏在了厕所里，已经不吃不喝了整整3天，身体和精神都撑到了极限。他眼神中带着几分嫉妒，也不知道许愿这家伙有什么好的，竟然能获得公寓 NPC 的好感。那么阴郁沉闷的一个家伙凭什么？公寓里除了那5个主要 NPC 外，还有无数幽灵鬼魂充当他们的眼线，哪里是他们的视野盲区呢？李斐娇眼珠里透着焦虑和疯狂，他猛地想到了一个地方，顶楼。李斐眼睛一亮，像是看到了生的希望。顶楼连那些 NPC 都不敢去，是一个绝佳藏身的好地方。李斐飞快从厕所钻出，他找准楼梯的方向，一股脑往楼上冲，一路上没遇见任何阻拦。越是靠近顶楼，周围的一切就过分安静。原本以为顶楼也有很多房间，但仔细一看才发现，除了走廊最深处有一扇黑色沉闷的门外，周围的墙壁上全是排列整齐的画框。李斐定神一看，发现竟然全都是黑猫的画像，每一幅都画着神态各异、动作不同的猫咪，红色的猫眼诡异又真实。李斐下意识伸手摸了下，怪不得跟真的一样，竟然是用顶级红玛瑙镶嵌在画里做猫的眼睛。李斐眼中闪过贪婪，他掏出随身携带的小刀，一点点用刀尖将红玛瑙抠了出来。连墙上的画都这么值钱，也不知道走廊尽头的房间里到底有多少值钱的东西。带着贪婪和欲望，李斐马不停蹄地朝顶楼走廊尽头的房间冲去。而那只被挖空双眼的黑猫，黑乎乎的空洞眼眶中缓缓流下了血泪。李斐跑到最尽头的房间，很轻易地推开了门。然而在看清屋内的摆设后，神色间充满了失望。屋内没有黄金，也没有珠宝，装修很欧式风格，在4个角落垂落着黑色的绸布，墙壁上挂着正缓慢燃烧着的白蜡烛。在房间的正中央摆着一个纯黑色的棺材，上面印着十字架。李斐小心翼翼地靠近棺材，嘴里嘟着，可能宝物都藏在棺材里。李斐用尽全身力气，一鼓作气将棺材板整个掀开，里面有没有黄金啊？然而当他看清楚棺材里的东西后，愣在原地。棺材里是一个长相非常俊美的男人，很像中欧世纪的吸血鬼。他安静地躺在棺材中，双手交叠放在腹部。一个死人长这么好看？李斐不信邪地探头，难道在人身体下面藏着？李斐伸手马上要触碰到对方的皮肤时，可不经意的抬眼正对上了一双血红色的树瞳。李斐被这一幕吓得不轻，猛地往后退了几步。棺材里的人不知何时苏醒了，此时那双像猫一样的眼睛正悄无声息地盯着李斐看。更要命的来了，走廊里渐渐传来了镰刀拖地的声音，这声音李斐可太熟悉了。林哲死亡的那天，就是被这把镰刀狠狠地斩首了。他不想落到和林哲一样的下场，哆嗦着从兜里掏出匕首，对准棺材里已经缓慢起身的慵懒男人大喊道：“你能被安排在顶楼这个房间，身份肯定不简单，我命令你带我出去。”男人没有回话，只是困倦的单手支撑着额头，像是没睡醒一样。李斐咬紧牙关，走廊处镰刀剐蹭地板的声音越来越近，他的精神也紧绷到了极点。你不带我出去，就别怪我在这里杀了你。看男人还是无动于衷，还不如在临死之前拉一个垫背的。李斐眼中闪过狠色，捏着匕首就朝男人的胸膛处刺去。当匕首尖部接触到对方的一瞬间，男人的身体瞬间幻化成一堆蝙蝠，消失在棺材中。蝙蝠锋利的爪子抓伤了李斐的脸，疼得他惨叫出声。再加上门外催命的镰刀声，李斐捂着还在流血的脸颊，一咬牙猛地冲了出去。走廊上到处都是黑猫，它们长着和男人一样的血红色树瞳，纷纷仰头一眨不眨地盯着李斐看。他一脚踢飞了几只挡路的黑猫，拼了命地朝楼梯口冲去，却发现那恶魔正似笑非笑地抱着镰刀靠墙看着他来了波，守株待兔。你没发现吗？李斐警惕地看着百洛斯，发现什么？百洛斯轻笑2声，抬手指了指楼梯，带着调侃道：“你早就已经死了。”李斐顺着他手指着的方向看过去，一眼就看见了楼梯上自己的尸体。他在踏入顶楼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死掉了。百洛斯不紧不慢地旋转了一下手中的镰刀，朝着李斐轻轻一勾。李斐眼中的光亮渐渐消失，身体变成了一道魂魄，最后被镰刀吸入其中。走廊重新变得安静。百洛斯看着空无一人的走廊，刚准备扛起楼梯上的尸体悄悄溜走。百洛斯，磁性又低沉的声音。没来得及溜走的百洛斯脸上出现了痛苦面具，他心不甘情不愿地转身：“老大，你被吵醒了。”百洛斯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靠墙，嬉皮笑脸道：“要不我重新把棺材板给您盖回去，保证压得非常严实。”闻言，站在百洛斯对面的高大男人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好好好，我跟你开个玩笑而已。”百洛斯连忙摆手表示投降，哪怕过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面对男人他都浑身别扭，仿佛有1万只蚂蚁在爬。对了，大人，耶梦家的那家伙快急疯了，在找合适的引渡人，带小可爱进副本。耶梦加德是医生的名字，不过引渡人死了不少，加上条件严苛，剩下的引渡人都快忙成陀螺了，压根没时间带小可爱。百洛斯想到了什么，坏笑着扬起下巴，露出脖颈间紧扣着的项圈，活跃道：“要不大人你把我的束缚解开，我带着小可爱去。”红瞳男人抬眸安静地打量着他，简单对视3秒，百洛斯就收起了嬉皮笑脸的表情。如果真找不到合适的引渡，让百洛斯带着许愿进入副本是最合适的选择。就在百洛斯琢磨着怎么忽悠对方同意的时候，就听见男人开口说了第2句话：“许愿，我来教。”百洛斯蒙着大脑呆呆问：“大人你说啥？”他一个飞扑直接单膝跪在地上，紧紧抱着
着男人的大腿哀嚎道：“不要挖大人，你走了我可怎么活啊？”男人皱眉动了动身子，没能拯救出自己的大腿。百洛斯，你忘记我最开始的身份了吗？闻言，百洛斯想了想自家老大当年的辉煌历史，瞬间神清气爽了。也是，百洛斯还没爽2秒，又愁眉苦脸了。可大人，你现在的情况很严重啊！男人的生命安全关系到整个无限流世界的生命安全，但同样，一旦男人在情绪上产生了什么波动，整个无限流世界也会遭殃。举个例子，小明同学在男人沉睡的时候，正参与一个等级为1的最低端副本，眼看着就要通关了，恰巧这个时候男人从棺材中苏醒，又恰好男人稍微生了一点点小气，有了一丁点情绪波动，这下可好，原本等级为1的副本，在一瞬间就能拔高到 C 级，甚至更高。可怜的小明同学到底还能不能活下去，这就是个未知数了。而且不仅仅是小明同学，只要是在那一瞬间，所有参加副本的人全部都会受到牵连。A 级的副本能拔高到 S 级，乃至更恐怖的 SSS， 这也是为何男人会经常陷入沉睡的原因。百洛斯只好又劝了一句：“真不行就让我带许愿去副本呗。”男人没说话，一副雷打不动的样子，谁来劝都没用。看劝不动，百洛斯还是不死心，不知道从哪里把医生给拉了上来。医生推开百洛斯，紧贴着自己的手臂不爽道：“我现在正忙着呢，有屁快放！”百洛斯直接无视了医生的嫌弃，把他推到男人面前，躲在医生后面飞快道：“大人要做许愿的引渡人，和他一起进副本。”果然，医生眼睛瞪圆，紧盯着一言不发的男人，大声道：“绝对不行！不要啊，大人，你走了我怎么办？”他说着和百洛斯一模一样的话，还不忘记来一个飞扑，直接抱住了男人的大腿，同款哀嚎道：“我不同意，实在不行就让百洛斯陪许愿一起进副本吧。”百洛斯抱着他左边的大腿，医生抱着他右边的大腿，两个人开始疯狂假哭，哭泣的声音特别大，但半天都没见哪怕一丁点泪水往下流的。而且你现在一旦进入到副本，就会陷入沉睡，咋带许愿啊？就是，我是百洛斯，我同意现身。不管两个人怎么哭闹，差点把修女也叫上，可一旦是男人认定的事情，就没丝毫反悔的余地。最终许愿成为引渡人，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情。第二天许愿忙完了手上的活，就被医生拉到了医务室。医生路上道：“许愿啊，我为你找到引渡人了。”许愿乖乖点头，忍不住开始期待，那会是一位怎样的前辈呢？医生咳嗽了一声，就是那位的脾气，怎么说呢，很捉摸不透。顿时许愿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位戴着犀利眼镜、头发稀疏的中年男子形象。许愿开始在小脑瓜里胡思乱想，该如何和前辈相处呢？等会见面要如何打招呼？前辈会喜欢性格沉闷的他吗？胡思乱想间，医生已经带着许愿来到医务室前，缓缓推开了门。许愿入目就是一道清俊挺拔的背影，对方正对上了许愿的视线。看清对方的长相后，许愿当场呆愣在原地。他从来没见过长相如此好看的人，甚至还带着几分魅惑。这位就是带你进副本的前辈。医生主动给许愿介绍，他知道许愿容易害羞，就主动推着他的肩膀一路把人推了过去。许愿有点尴尬，凑近看能发现前辈的五官更有冲击力了。不知该如何打招呼的许愿，从脖梗开始连带着耳垂都忍不住泛了红。前辈主动开了口：“初次见面，我叫顾年。”“前辈好，我叫许愿。”许愿红着脸猛的一个90度弯腰大鞠躬。医生被许愿的反应逗笑了，轻轻拍着他的背安抚道：“顾年人很好的，你放轻松，不用紧张。”说完这句话后，医生有点恍惚，后背也开始冒冷汗。他现在也是真被感，都敢直呼顶头上司的名字了。恰好培育室里有一只D等级的小怪物即将成熟，需要送到副本之中，让顾年带着你练练手。医生摸了摸下巴，琢磨道：“至于什么时候去，我要找修女占卜下。”许愿期间一直低着头，不敢和前辈有任何对视。许愿今天是不是还没抽血？突然被点名，许愿紧张眨眼，主动挽起袖子朝医生伸了过去。抽完血后，许愿提前离开，马上都要出医务室了，都不敢和顾年再对视一眼。等人走后，医生把血倒进杯子里递给顾年，后者接过唇轻抿着杯口，血液将他的唇瓣沾湿，不再显得过分苍白。医生盯着顾年，突然很好奇地问：“许愿的血是这么多年以来你唯一一个不排斥的存在？”公寓里的人费尽千辛万苦，长时间为顾年寻找血原体，什么血都找过。在快要被逼疯的那些年，医生甚至主动和修女讨论过，能不能抽上帝的血。再珍惜昂贵的血都没办法调动顾年的食欲。直到一个清晨，一辆血色大巴车将许愿带到怪物公寓里，他成为了对于顾年来说最特别的存在。顾年有了食欲，医生一大早就去找修女占卜了。他坐在修女对面，双手捧着脸，特别严肃道：“大人马上就要带许愿去副本了，你占卜看看吧。”修女正在帮许愿缝衣服，既然是大人已经决定好的事情，果然谁都拦不下来。他围着衣服破损的地方绣出了一朵七彩的小花。“你想让我占卜什么问题？”医生搓着手道：“什么时候进副本？这次副本的顺利程度，还有许愿的未来。”修女缝好最后一针，将许愿的衣服叠整齐放在一边。她变戏法一样的晃动指尖，一副神秘的塔罗牌出现在掌心之中。这些塔罗牌的背部仿佛藏着一个小型的浩瀚宇宙，每一张背部的图案都不一样，神秘又绚丽。修女的塔罗牌藏着自我生命意识，自发悬停于牌桌之上。整个房间的空气瞬间被抽空，一个无形又透明的空间将修女和医生包裹进去，进入了时间的四维空间。先来占卜第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进副本？修女晃动着指尖，面前的塔罗牌们也跟着晃动，它们围成圈，转动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一张背部带着月亮的牌自动落在牌桌上。修女看了一眼，给出答案：晚上12点进入副本是最好的时间。医生认真点头。第二个问题：这次副本的顺利程度。修女将掉落的牌重新放回牌堆。这次占卜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差不多半分钟后，一张背部刻着四叶草的牌正好落在修女手中，有小差错，但基本上很顺利。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许愿的未来。医生没往深处想，在他看来，许愿顶多就是一个血液特殊的可爱人类罢了。但他没仔细去想，顾年一个连顶级鲜血都嫌弃的人，为何只
始对许愿的血不排斥，单独这一点许愿就不是简单的普通人了。当修女开始占卜第3个问题时，原本静止的空间突然开始震动，塔罗牌剧烈颤抖，整个牌桌都开始失控了。在医生的帮助下，大概过了5分钟，场面才慢慢平稳。医生银白色的蛇瞳紧盯着修女，眼中带着几分诧异。你看见了什么？修女深吸了几口气，胸口剧烈起伏。我看见了一片黑暗。医生愣了下，也就是说许愿没有未来。修女占卜的准确率高达100%，从未失手过。谁能想到在占卜许愿的未来时竟然差点翻车？也不是没有未来，他有未来，但我无法看清。医生一拍桌子，这怎么可能？想要占卜一个人的未来，探清对方的命运轨迹，需要实力比对方强悍很多倍。顾年的未来，修女不敢随意算，这非常合理。但许愿身为一个人类，修女竟然无法观测到他的未来。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塔罗观测到许愿的实力比修女强非常多，这才导致修女没有权利查看。刚开始还把许愿当成普通人的医生，此时不淡定了也坐不住了，他飞快和修女道别，主动找到正在庭院中扫地的许愿，一把将人拐住。许愿捏着扫把，一脸懵逼地看着医生。许愿啊，你是不是对我隐瞒了什么？没有啊。许愿猛猛地摇头，我能说的全部都说了。医生不信邪地看着许愿，那你是不是有什么超能力啊？比如读心术，能暂停时间，或者是变大变小，可以发射雷电，甚至预知未来。闻言，许愿伸出小手，用手背碰了碰医生的额头，也没发烧啊。医生唇角抽搐，许愿啊，你当真没有特殊能力？当然啦。许愿很认真道，我要是有特殊能力，肯定会先把自己上交给国家的。医生一琢磨，按照许愿的性格来说，好像真能干出这种事。原本我还担心你进入副本中怎么办，现在反倒是不担心了。连修女都无法观测到许愿的未来，这孩子身上肯定有独特之处。但医生还是不愿意放弃，又拉着许愿去找百洛斯，问他借镰刀。百洛斯叼着树叶，随手召唤出造型炫酷的镰刀，递给医生。你要是再敢用我的镰刀给你的要员锄地，就等死吧。医生自动无视了百洛斯的话，捧着镰刀问许愿：许愿，帅吧，酷吧，拉风吧？许愿很诚实的点头。医生很大方，将镰刀递过来。我是百洛斯，我同意将镰刀自愿赠予许愿。百洛斯震惊歪头。许愿小心翼翼去接镰刀，在医生松手的那一刻，许愿的身体一个跟呛，双膝一软，要不是医生及时拉住他，直接跪地了。好重！许愿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整张小脸都憋红了，愣是没撼动镰刀一丝一毫。医生沉默了，百洛斯也沉默了。看许愿还想继续努力，两个人很默契的同时出手把他拦了下来。没关系，医生主动安抚道，可能许愿你的天赋没点在力气上。百洛斯也跟着安慰，说不定许愿你的天赋是头脑厉害呢，而且这条道路行不通，咱们还有 B 计划，这个 B 计划一旦用好了，能直接走上人生巅峰。许愿累得满头大汗，什么 B 计划？医生扶正许愿的肩膀，义正言辞道，培养和顾年之间的感情。百洛斯秒懂，紧跟着医生的脚步认真说，让顾年成为你最忠诚的小弟。医生和百洛斯都想让顾年和他一起，但许愿一听见顾年2个字，脑海里条件反射性的出现了那张金贵冷淡的脸，可能是顾年长得太好看了，让许愿觉得难以接近。医生还在锲而不舍地撺掇许愿，这个 B 计划多好啊，许愿你就考虑一下吧。就是，百洛斯比医生更激动，特别像帮人拉关系的媒婆。你想想看，这可是顶级保镖啊，能直接走上人生巅峰，爽翻了。许愿最后憋出来一句，要不我还是洗洗睡吧。许愿压根无法想象自己和那位前辈的关系亲近起来的画面。顾年不帅吗？个子不高吗？气质不好吗？实力不强大吗？有一说一，确实都对，但这只是前辈啊，又不是用来结婚的相亲对象。当然，以上这些吐槽许愿也只敢憋在心里。这么好的保镖，不紧紧抓住，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等到了副本里，你就像鬼一样缠着顾年，保证全程躺赢。许愿苦笑一下，我不给前辈添麻烦，不拖后腿，就谢天谢地了。医生安抚道，这次的副本难度只有D级，有顾年在你身边，不用紧张，就当是去旅游了。来怪物公寓这么久了，许愿清楚医生和百洛斯的实力，在他看来，医生和百洛斯非常厉害，绝对没有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平常无害。但就是这样厉害的2个人，却对顾年赞不绝口，甚至很认可他的实力，这让许愿有点好奇，禁不住问，前辈的实力很厉害吗？闻言，医生和百洛斯对视一眼，就这么和你说吧，在顾年巅峰时期，哪怕我们公寓里5个人加起来，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医生想到了陈年往事，默默地抬起手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不过许愿啊，你这位前辈的脾气咋说呢？他属于人狠话不多的类型，能动手绝不逼逼，耐心几乎为零，脾气有点差，不是好相处的类型。医生原本想给自家老大挽尊，可一想到对方那需要人哄着的臭脾气，顿时无奈了。百洛斯挠了挠头，补充道，还好吧，可能是我挨揍的次数多了，皮也跟着硬了，莫名觉得顾年下手越来越轻了。百洛斯唉声叹气，趁着顾年听不见故意道，估计是他人老了吧。下一秒顾年来了，医生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说时迟那时快，百洛斯的膝盖比谁都软，直接呲滑跪在地上，连人都没看清呢，就大声道，老点好啊，古话常言，男人越老越吃香，老男人还会疼人啊，不对，什么老不老的，顾年一丁点都不老，他还年轻着呢，永远18岁。百洛斯都做好了屁股被踹的准备，可等了1分钟，身边竟然毫无动静，啥情况？老大的脾气什么时候这么好了？百洛斯悄悄抬头，正对上了医生笑眯眯的眼神，这才意识到自己被耍了。百洛斯飞快从地上爬起来，咬牙切齿道，耶梦加德，你今天完蛋了。医生和百洛斯打打闹闹这么多年，早就习惯了，他一边避开对方致命的镰刀攻击，一边拉着许愿往公寓里跑。许愿啊，后天就要进入副本了，你和顾年不如多接触看看，培养一下感情。许愿很想说不要啊，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那位前辈相处，但没来得及拒绝就被医生推到了医务室里。我去叫他下来，你先在这里等一下。医生转身出了门，大概过了5分钟，紧闭的屋门被重新推开，顾年长腿一迈，随手将门关上。许愿不敢和他对视，在人进屋后就一直垂着脑袋，紧张到冒冷汗。我长相很可怕吗？顾年突然开了口，简单一句话打破了沉默的氛围。闻言，许愿立马抬起头，2只手胡乱摆着，红着一张小脸，结结巴巴解释道，不是的，我就是紧张。顾年盯着许愿看了几秒，
随后抬脚不紧不慢朝他走了过来。随着顾年的靠近，许愿的心都快要提到嗓子眼了。身边的床垫往下塌陷，顾年坐到了许愿右边，两个人的距离只有一个拳头之隔。许愿一个社恐，从小到大没交过朋友，更不知道怎么和各方面都过于优秀的前辈相处。我长得很难看吗？顾年转过头，看着因为紧张红润脸颊上出了一层薄汗的许愿。没有。许愿赶紧摇头，前辈长得特别好看。顾年有点困倦的垂下眼帘，我困了。一听前辈困了，许愿飞快站起身，要把医务室内唯一一张床让给顾年。眼看着他就要完全站起来了，顾年突然伸长手臂把他又拽了回来，重新跌坐了回去。前辈，顾年弯下腰，将脑袋轻轻地放到了许愿的大腿，脸颊正对着他柔软的腹部，很像一只找到了窝的困倦猫咪。顾年闭上眼睛，隔了一会又重新睁开，听不出什么情绪道：太近了，确实挨得太近了。许愿甚至能感受到对方呼出的气流，谁能想到下一秒就又听见顾年说：所以我饿了，前辈你想吃什么？我去找阿娇给你做。许愿还没察觉到他每天抽的血全进了顾年的肚子，眼看着许愿又要起身，顾年单手拉住了他的手腕，但这次拉上了就没再松开，感受青色血管下血液的流动。老实说，抽出来的血液和直接贴着肌肤啃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进食方式，口感也不一样，相当于人类吃预制菜和吃米其林5星大厨当场现做的区别。吸血时顶级下口的位置是人类脖梗处的肌肤，那里最为柔嫩，血液口感的程度也是顶尖的。但咬脖梗是最为私密的进食方式，只有足够亲密的人才会用这个姿势。在没遇见许愿之前，顾年饿了很久很久，他是一个极其挑剔的人，看不上的血死都不吃，这可把医生愁死了。他为了顾年的身体着想，多珍贵稀有的血都找过摆在顾年面前，各种求爷爷告奶奶哄着道：祖宗你就吃一口吧。顾年死活不吃，差点没给医生气死。饿了这么久，许愿的出现就像在一个即将饿死的人面前摆放着一大堆顶级美食一样。因为许愿是人类，失血过多就会死，所以顾年每天只能吃一点，跟品尝饭前小点心一样，压根吃不饱。许愿看顾年捏着自己的手腕，半天都没说话，还以为他真的饿了，小心翼翼道：前辈，我去厨房帮你问问吧。顾年举起许愿的手腕，唇瓣贴了上去，许愿莫名带来一阵战栗感。前辈，许愿条件反射性的想把手抽回来，腕部最柔嫩的肌肤处却传来了一阵刺痛。刚开始疼的感觉很明显，但也仅仅只是一瞬间，许愿仿佛坠入了一片云海，他的头脑变得晕乎，身子也软绵绵的，随着身体里血液的大量流失，很快晕了过去，禽兽不如。医生一脸哀痛的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许愿，指着顾年继续痛骂：你看看你都干了什么，你直接把人给吸晕了。顾年难得一句话没说，靠在沙发上保持沉默。我知道你饿了，也知道难得出现一个合你口味的血，但也不能吃得这么过分吧。医生隔空指着许愿苍白的脸颊打抱不平道：许愿本来就营养不良，你倒好，叼着人家的手腕就开吃了，以为吃自助餐了。医生絮絮叨叨说了很多，顾年安静听着，全程没反驳一句。确实是他失控了，自制力一向是顾年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可偏偏在许愿面前竟然差点失了控。幸好有阿娇的糖果，不然短时间内还没办法大量回血。顾年吃饱了1/8，脸上的困倦少了很多，他终于开了口：我可以反哺。老大你可拉倒吧。医生唇角抽搐：无福消受好，你一滴血就能要了许愿的命。顾年的血人人都想要，就看他愿不愿意给。妖怪为了长生不老，想吃唐僧肉，顾年的血有同等效果，但他的血不仅仅是延长寿命，还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提高人的实力，一滴血可以少奋斗100年。当初有人用逆天价格想要收购顾年的血，却无一人敢接单。老大你的自制力呢？你不是最能忍了吗？闻言顾年冷漠移开视线，疑似在对医生使用冷暴力。看他这副模样，医生很有自知之明的闭上了嘴。许愿一直昏迷到晚上才醒，刚睡醒就被百洛斯缠上了。许愿啊，哥带你去个好地方。许愿头脑还有点晕沉，他打着哈欠迷糊着脸跟在百洛斯身后。许愿恍惚之间好像还记得在医务室里发生的一切。前辈说饿了，他想给前辈拿食物，但前辈不让他走，最后前辈把他当成了食物。没等许愿深究前辈为什么要吃他的时候，百洛斯已经带着他来到了一个房间。一推开门，许愿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到了。这个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大堆武器，剑、盾、长矛、长枪、鞭子、手枪、火箭筒，你马上就要进副本了，总要有一把趁手的武器吧？百洛斯一挥手，超级豪横道：随便挑，喜欢什么拿什么。许愿如今算怪物公寓里半个 NPC， 还是个即将成为引渡人、有编制的人类 NPC， 这导致他和那些被选中、强制进入副本的玩家不一样。许愿没有面板，自然也看不见墙上这些武器的等级和逆天价值。百洛斯就像挑玩具一样，先拿了一把银白色的匕首递给许愿，这个比较适合你，瞅瞅顺不顺手。许愿小心翼翼捧着匕首挥了2下，他力气小也不擅长运动，匕首估计还没伤到别人之前就先让自己流血了，所以许愿将匕首重新还回去，摇了摇头。这一幕要是被外界那些玩家看到，肯定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物品名称：银龙之牙，物品等级 S 级。物品信息：传闻中银龙幼年之时掉的第一颗乳牙。作为掌管空间魔法的银龙，这把匕首甚至可以撕碎空间。这样牛批的道具，许愿说不要就不要了。整个屋子里等级最低的道具都是 A 级起步，更别提让人分外眼红的 S 级。在外界一把 A 级道具就能让人抢到头破血流，但只要是许愿没看中的，百洛斯就像扔垃圾一样随意丢回去。许愿啊，随便选。百洛斯着他一寸寸看过去，哥就不缺这些小玩意，喜欢什么直接拿走。此时怪物公寓外无限流副本中的那些玩家还在为一把 D 级道具尔虞我诈争论不休的时候，许愿已经在挑选 S 级道具中逐渐乱花渐欲迷人眼了。什么是遥遥领先？这就是遥遥领先，这个不喜欢吗？百洛斯顺手从墙上拿下来一把火箭筒递给许愿，这火箭筒一枚就能直接摧毁一个小型1级副本，贼好用。这话说的直接让许愿狠狠心动了，他眼睛一亮，主动去接火箭筒。下一秒许愿就抱着比自己高整整半头的火箭筒，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百洛斯，我觉得在用火箭筒解决掉副本和敌人之前，我会先一发解决掉自己。就许愿这小鸡仔的力气，只能拖着火箭筒走。
许愿的身体弱力气小是有原因的，她还在母亲腹中时就经常被人诅咒谩骂，家里条件不好，母亲1个月都不一定能吃上1顿肉，再加上许愿是早产儿，在出生后没几年的时间生母去世，父亲又再娶，每次父亲不在家的时候，继母就会虐待许愿，不让他吃饭，关进黑乎乎的衣柜里。他能活着长到这么大，已经谢天谢地。算了，还是最开始的那个匕首吧。他找到最开始名为银龙之牙的 S 级匕首，直接送给了许愿。哪怕在副本中，这把匕首也能撕开空间，一个副本内只能使用1次，但关键时刻能救命。一旦进入副本内，除非完成任务或者破坏掉副本，不然压根出不来。足以可见这把匕首的能力到底有多么逆天。要是被外界玩家知道，他们拼死拼活一辈子都不一定能得到一把的 S 级道具，竟然就这么被百洛斯直接送给了许愿，肯定会嫉妒到发疯。2个人出了房间，正好撞上了迎面走过来的医生。好巧啊，许愿，我正准备去找你呢。医生要把有关那个地级副本的信息详细的跟许愿讲讲。一听要讲正事，许愿立马和百洛斯道别，和医生一起去了医务室。哪怕你的身份是引渡人，但一旦进入到副本中，只有2个办法能出来。医生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第一点，完成副本的主线任务。第二，杀掉副本中的 BOSS。对于引渡人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将完全成熟体的小怪物带到副本内，替换掉原本的 BOSS， 以保持副本的稳定和平衡。在副本中，那可是 BOSS 的主场，实力大大加强，所以一般情况下，玩家们都会选择完成副本主线任务为首要通关条件。可也有一部分实力很强大的玩家，以速通副本夺取道具为首要目的，在不触犯死亡机制的情况下夺取全部道具。这些玩家也被称为道具猎人。在 BOSS 即将死亡或者已经死亡的情况下，引渡人需要在1周的时间内携带新的小怪物进入到副本当中。一旦 BOSS 死亡，副本力量没有了承载体就会一点点崩溃，最后彻底被抹除销毁，成为无限流世界不被约束的第3种力量。许愿好奇问：第3种力量？许愿，虽然你是人类，但成为了引渡人，从今天开始你将不再属于人类阵营，而是属于怪物公寓，甚至整个怪物群体。在那些玩家眼中，你变成了一名 NPC。整个无限流世界归根结底有3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来自被卷入副本之中的人类，他们被统称为玩家，也是外来者。医生很耐心的解释，玩家有自己的活动社区，各种小队和工会势力，也有安全区。第2种力量，副本中的怪物，我们怪物公寓里的人，甚至包括引渡人，都属于无限流世界里的根基力量，也就是 NPC。最后一种力量，既不属于玩家，也不属于 NPC， 他们没有自我思维，大多数只是一缕意识，无差别攻击，会随机在副本中出现。说到这里，医生脸上的表情瞬间变得很严肃。他们的存在既属于这个世界，又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旦在副本里碰见他们，千万别硬刚，立马找地方躲起来。连道具猎人那群为了利益的疯子都不愿意主动招惹他们，我们通常称呼他们为疑者。医生说的话，许愿全部记下来了。这次你要去的副本等级为 D。医生递给许愿一张纸，上面是副本的基本信息：副本名称幽暗鸟居古堡，副本难度 D 级，主线任务是谁杀了夫人，而夫人又杀了谁。副本提示：小鸟啊小鸟啊，快飞吧！可天空变成了铁笼，玫瑰化作尖刀，夫人飞不出去了。只是个 D 级副本，许愿你别害怕，有顾年在身边守着你呢。你进入副本后，顾年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如果不方便说话，那就学顾年，不用医生叮嘱。许愿也会这么做，我会努力不让自己成为顾年前辈的累赘。医生对许愿很放心，虽然这孩子身体瘦弱，力气也小，但很有眼色，非常听劝。人人常说好奇心害死猫，许愿就完美的避开了这点。这次进入副本，阿娇还给许愿做了10枚糖果。医生在旁边看着阿娇把糖果往许愿手掌心里塞的动作，忍不住啧啧称奇道：咱们2个人认识这么久了，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你如此大方，平时宝贝到不行，对许愿倒是非常舍得。许愿闻言愣住了，阿娇，你给我的糖果是不是很贵重啊？肯定贵重了，这也是为什么医生说许愿好奇心一丁点都不重的原因。相处了这么久，医生等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暴露出了不符合常人的地方，就比如医生的舌头，阿娇身上也有怪异的地方。人鱼落泪，眼泪会变成珍珠，价值连城。阿娇的身份可不仅仅只是一条简单的人鱼，能进入到怪物公寓里当 NPC 的每一位，身份都不简单。给许愿的那些糖果，全都是用眼泪化成的珍珠做成的，每一颗都是 S 级的存在，能够让枯骨生肉，达到一瞬间起死回生的效果。外面的那些玩家求都求不来一颗，可到了许愿这里，如此珍贵的 S 级道具，却变成了哄人用的糖果。阿娇之前给许愿的糖，都是早年哭泣后留下来的存货。知道许愿要初次进入副本时，阿娇看着仅剩下3颗的糖果，陷入了沉思。这就导致那天晚上，医生正好路过阿娇的房间，看见了惊人的一幕：阿娇正在用辣椒熏眼睛，脸下面还放了一个木盆，专门用来接眼泪。百洛斯送给了许愿一件 S 级的道具，阿娇则是10枚眼泪做成的 S 级珍珠糖果。医生陷入沉思之中，他要是不送点什么，岂不是说不过去了？百洛斯身为医生的万年损友，一眼就看穿了他内心的想法。不会吧？百洛斯的音调超级夸张，你不会没给我们家许愿准备任何东西吧？医生无言以对。恰巧这个时候修女过来了，手里面捏着一个小兔子玩偶。许愿，这是你书包上的玩偶，我拿它为你做了个小型防护罩。修女将已经清洗干净、兔毛蓬松柔软还散发着香味的玩偶递了过去。许愿一脸惊喜，小心翼翼接过玩偶。这个小兔玩偶对许愿来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是母亲还在世时送给她的生日礼物。谢谢修女。眼眶微微泛红，人家修女都送了，你呢？不会吧不会吧，耶梦加德，你不会没给我们小可爱准备礼物吧？百洛斯带着几分欠揍感。医生冒了一身冷汗，他还真没给许愿准备礼物，因为在他看来，顾年是最大的挂壁。什么 S 级道具看起来牛的一批，但能有人家顾年牛？可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医生咳嗽一声，假装很有底气的吐槽道：谁说我没准备了？医生叫许愿掏出那把匕首，然后指尖在上面轻轻一点，一枚象征着时间的银白色圆形阵法缓缓融入到匕首内。原本道具等级只有 S 的银龙之牙，直接刷新了属性。物品名称：银龙之牙，物品等级 SS 级，物品信息：受到了耶梦加德的祝福，撕裂空间的能力，可以沟通过往的时间桥梁。
着凉，我看你压根就没准备。百洛斯翻了个白眼，不过刚才的魔法也算下了血本，还算有诚意。花匠什么时候回来？怪物公寓内除了医生修女阿娇、百洛斯外，还有最后一名 NPC， 但许愿只在刚来公寓的第一天时见到过这名花匠，是只有1.6米，却长着一张可爱脸，说话软软萌萌，有一双大眼睛的小正太。需要清理的遗者太多了，只能派他出去帮忙。医生无奈扶额，他们需要大量的引渡人，偏偏筛选的条件极其苛刻，这么久以来，能成为引渡人的好苗子寥寥无几。没事，说不定等许愿从副本中回来，就能和他碰面了。百洛斯勾着许愿的肩膀，下次让他也给你送个礼物。对于面前的4位来说，一个地级副本在他们眼中就跟自家后花园一样，没有半点风险，却在许愿即将进入副本的前一天，一个个紧张的不行。从怪物公寓的大门出去，就是医生提前设置好的副本入口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12点，但4位大佬还围着许愿各种叮嘱，没有丝毫要停下来的意思，像4只麻雀在开会。最后还是顾年受不了耳边叽叽喳喳的吵闹声，简单一个斜眼，所有人都闭了麦。顾年带人往副本入口走，在即将进去的一瞬间，许愿听见了医生高喊的声音：“进去别紧张，顾年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许愿还没来得及回应，就被眼前的光芒吞噬，彻底失去了意识。等他再一次睁开眼，正身处于一片幽暗的森林口，在正前面是一栋很欧式哥特风格的玫瑰古堡。前辈，顾年不见了，留在原地的是一只神态和动作都酷似前辈的黑猫。等等，顾年变成黑猫了？许愿一脸懵逼呆呆道：“那我也要变成猫吗？”他走到黑猫面前，蹲下身子，小心试探性地问了一句：“顾年前辈。”黑猫矜持点头，对许愿伸出2只爪子，示意他要抱抱。许愿赶紧伸手把猫猫年抱在怀里。他这个时候才注意到，顾年为什么朝他要抱抱。刚下过雨，导致森林的泥土湿，猫爪踩在上面会沾上泥土。据医生所说，顾年前辈有很严重的洁癖。许愿抱紧猫猫年，小声问：“前辈，你变成猫了？那我也要变成猫吗？”猫猫年仰头，耳朵间弹动，明明看不出情绪，但许愿莫名感受到了前辈的无语。顾年伸出粉嫩嫩的肉垫，轻轻搭在许愿的手背上。下一秒，许愿的脑海中自动出现了顾年低沉又冷静的声音：“去古堡内部，不用害怕，遇见遗者我会苏醒。”交代完，顾年闭上眼睛，陷入沉睡中。许愿愣神，医生说过进入副本后顾年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现在顾年变成了一只黑猫，又陷入到沉睡之中。许愿既不会变成黑猫，也不能就地入睡，纠结了3秒，他很快就释然了。先按照顾年给出的方向前行，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在去古堡之前，许愿回头检查了一下书包，里面放着小怪物的蛋。小怪物一旦出了怪物公寓，就会自动变成一颗纯黑色印着蝙蝠翅膀的蛋，大概有半个篮球那么大，不算很沉。趁着顾年正在沉睡，许愿大着胆子捏着顾年的爪子翻上来看了看，果然是粉色的。要不是低头亲爪子肉垫的行为太变态了，顾年又不是真的猫咪，不然许愿高低要把怀中的小猫咪使劲亲死，亲得它喵喵乱叫，4脚朝天。当然以上这些都是许愿的幻想，他怀中抱着猫猫年，包里还背着小怪物的蛋，带着一家人朝古堡赶去。许愿全程没受到任何阻碍，这得益于他引渡人的身份。身为引渡人，在 NPC 中的地位处于1人之下万人之上。副本中的怪物和 NPC 基本都对引渡人自带好感，不会主动攻击，甚至还会给予双标优待。许愿很顺利地来到古堡内，新人玩家。一道女声从右侧方传来，话语里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埋怨。许愿下意识朝那个方向看去，看清了说话人的脸，那是一位戴着黑框眼镜，大概26岁左右的短发女性，在她旁边站着一位黑皮的肌肉猛男，看着很不好惹。2个人好像是情侣关系。许愿没吭声，悄无声息地打量着四周，除了这对情侣外，在另一边还站着一对情侣。你是新人吧？耳边突然响起一道活泼声，许愿下意识回头看清楚了来人，这人长着一张白净帅气的脸，笑起来的样子很憨厚讨喜，像还没毕业的大学生。我叫石树，参加过5次副本，虽然都莫名其妙又稀里糊涂的活下来了，但也算是老玩家。他主动邀请了许愿，你一个新人肯定还不知道规则，一个人很难活下去，我带你，自己都不一定能活下去，还带新人。短发眼镜姐说话了，语气不善中透着嘲讽，新人就算了，还带了一只猫，妥妥地累赘，没一个能用的人。肌肉男语气中透着鄙夷，这次任务通关，看来要靠我们了。不过新人多也是有好处的，一次副本都没经历过的新人，还处于懵懂时期，非常无知好骗。每个副本里都有隐藏的死亡条件，一旦触发条件就是死，这个时候就需要新人去试错了，用新人的命去推测和发现死亡机制。这是一个7人本，还剩下最后一个玩家，没让他们久等，大概5分钟后，最后一名玩家推开门，踩着军靴走了进来。当在场的3位老玩家看清他的长相后，纷纷愣住了。短发眼镜姐不敢置信道：积分榜排行第10的楚修。石树也倒吸一口凉气，回过神后，激动地拉着许愿的手腕，小声嘟囔喊着：我的运气果然一向很好。所有玩家间有一个名叫积分榜的东西存在，在副本中搜集线索，完成主线任务、支线任务、杀死 BOSS 获得和出售道具，这些都会加积分。楚修是出了名的道具猎人，在积分榜中排行第10，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楚修竟然会出现在一个等级为低的副本中，这下咱俩躺平就行了。石树放松一笑，楚修向来不做主线任务，只强杀 BOSS， 咱们猥琐发育，别触犯死亡机制，保证活到通关。楚修长相英俊，腰间别着一把很独特的唐刀，浑身透着大佬气质。他在进屋后目不斜视，谁都没放在眼里，但突然楚修瞳孔紧缩，像是察觉到了什么危险物，手摁在刀柄上猛地回头，他紧盯着看起来瘦弱无害的许愿，随后视线一点点下移，最后落在了猫猫年身上。许愿往后退了几步，避开了楚修的视线。这一幕被短发眼镜姐收入眼底，幸灾乐祸道：这新人也真是倒霉，还没被鬼怪杀死，就要先被大佬斩杀了。短发眼镜姐的名字叫许晴，她对男朋友林峰使了个眼色，对方立马明白了她的意思。2人原本的计划是想走传统路线，一点点收集线索，完成主线任务，却没想到竟然会在这里碰到积分榜上的大佬玩家，这下可以直接躺平了。许晴的计划是想要用4个新人的命去探索死亡条件，许愿哪里知道他已经成为了别人眼中的垫脚石，原本都做好了要是楚修冲过来，自己就
和他拼命的打算，但对方只是盯着许愿又看了1分钟，随后缓缓移开视线，主动拉开了距离。这到底是哪里？在角落里的另外一对大学生情侣终于憋不住开麦了。那名浑身名牌、戴着金边眼镜的男生不耐烦地推开还在哭哭啼啼的女朋友，大声喊道：“不管你们在搞什么名堂，现在立刻马上把我放出去！”他叫邓明，是个富二代，昨天刚带着小女朋友王真上山度假，谁知再次睁开眼睛就来到了这里。旁边的大门突然被推开了，这个副本的参与人数为7，在最后一名玩家楚修到来后，副本正式开启。来人是一名戴着单边眼镜的50岁管家，他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欢迎各位来到幽暗鸟居古堡做客。在这7天的时间里，希望诸位玩得开心。短短一句话却透露出一个关键的信息点，这次任务的期限时间是7天，必须要在7天的时间内完成主线任务。管家的视线在了许愿身上猛地停顿了一下，随后他又不着痕迹地移开了视线，继续尽职尽责地开口道：“这栋古堡里充满了公爵和玫瑰夫人的回忆，所以各位在游玩时不要触碰到夫人的遗物。”闻言，石树悄悄地拉了拉许愿的胳膊，凑到他耳边小声道：“这句话透露了第一个死亡条件，那就是夫人的遗物。只要是任何与夫人有关的东西，我们都不能触碰。”副本的名字叫幽暗鸟居古堡，主线任务为是谁杀了夫人，而夫人又杀了谁，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夫人，她既是被害者也是施暴者。可偏偏管家提醒，不能触碰任何与夫人有关的物品，在无形之中加大了任务的难度。石树拍了拍胸脯，特别有信心地对许愿说：“放心吧，这次让哥带你。”身上带着最少4件逆天 S 级道具，在外人眼中却柔弱无害的许愿，抱紧怀中的猫猫年乖顺点头。在管家进到正厅后，墙上悬挂着的蜡烛自动亮了起来，有了光源后，许愿看清楚了墙上挂着的那些画像，差不多10几幅画，上面都画着同一个女人。她有着金色的长卷发和一双碧绿色的眼睛，眼神却透着很浓的悲伤，每一幅画的姿势都不一样，偏偏让许愿感觉到不舒服。管家注意到了许愿的视线，主动道：“墙上的画像都是公爵亲自为夫人画的，在这世间没人比公爵更爱夫人了。可自从夫人离世后，老爷的身体也跟着变差，染上了重病，只能久久卧床，想来也是太想念夫人了。”许愿点了点头，并未出声。石树被感动到了，这是什么神仙绝美爱情啊！许愿忍了忍，眼瞅着石树这副傻白甜的模样，最终还是巧声道：“你不觉得这些画很怪吗？哪里怪了？就像在透过监控打量一个人。说得明白点，人类透过笼子去看被关起来的鸟类，看收藏品的感觉。”经过许愿这么一说，石树脊背猛然发凉，他带入许愿的画，重新审视这些画像。紧接着石树发现，在夫人周围添上金笼子，画风瞬间和谐不少。我被你们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听什么狗屁爱情故事的。富二代邓明忍着怒火，拉过还在害怕的女朋友，大步往古堡正门的方向走。邓明手紧抓着门把，使劲往里拉，可门纹丝不动。邓明脸色一变，他们所有人都被关在了古堡里。各位到用餐时间了，请跟我来。众人跟随着管家的步伐走出了正厅，穿过气氛压抑沉默的走廊，期间看到任何物品，除了许愿以外，没一个人敢触碰的。这就是当 NPC 的好处。其他人估计也没想到，明明是纯人类的许愿，竟然成为了无限流世界里唯一一个活人 NPC。引渡人不受副本内死亡条件的牵制，他们需要提防的东西只有2样：第一是人心比鬼怪更恐怖的玩家，第二是从外界强制进入到副本内的医者。石树还叮嘱了一句，到时候看见任何可疑的东西，你先不要触碰。许愿表面乖乖点头，但去餐厅的途中，经过一个玫瑰图案的花瓶时，悄悄地摸了一把，这花瓶上湿漉漉的，好像某种油类泼洒了上去。许愿偷偷抬起手指闻了下，这油散发着一股子霉味，不像尸油。他的动作已经很隐蔽了，却没想到一个抬头正好对上了楚修的视线。他注意到了许愿的小动作，微微挑眉，眼神中透着几分探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没拆穿许愿的小动作。很快，管家就带着他们来到了餐厅。等7人落座后，他拍了拍手掌，一堆仆人推着餐车走进门内。许愿悄无声息地打量了一眼餐车上摆放着的盘子中，没有美味的食物，只有堆满了整个盘子的玫瑰花瓣。可这真实的一幕只有许愿能看破。石树激动道：“天哪，伙食竟然这么好！”许愿沉默地看着盘子里的玫瑰花瓣，没有声张。仆人将餐盘端到他们面前，除了许愿面前的那份是真美味可口的食物外，其他人面前全是假的。老玩家都知道副本里的东西不能乱吃，邓明也不敢吃。他左右看了看，最后视线落在了王真身上。昔日甜甜蜜蜜的小情侣，此时感情却迎来了破裂。邓明推了王真一下，命令道：“你先吃一口。”王真怎么会不懂邓明想拿自己试毒的意思？但他又不敢违逆邓明，他猛地抬起手指着许愿怀中的猫，他有猫，用猫来试毒。